然后就留着一丝遗憾毕业了，而且在那之后已经21年都没有见面了。因为他的诚意，结果奇迹就发生了。Hello，我是 BB。之前我有几个影片是讲用吸引力法则怎么找到老公或男朋友的，所以就有网友问说，那有没有办法找到老婆呢？那当然有啊。今天我就要分享几个故事是用吸引力法则找到老婆的，所以如果你是单身啊，或是很想定下来的话，今天的内容一定会对你很有帮助哦。第一个故事是来自这本书《这样许愿就会成功》的作者，他是一个德国人，他是一个导演，也是一个作家。他很小的时候就懂得使用吸引力法则来显化他想要的梦想。他也是用吸引力法则成功变成导演跟演员的。那他讲说，在他想要定下来的那一段时间啊，他就列下了自己理想的老婆的条件。他在纸上面呢分成两边，一边写下希望老婆的条件，他一边写下自己能够提供什么给老婆。例如说，希望老婆是温柔体贴啊，会煮饭啊，会做家事啊，有气质啊等等的。那另外一方面要写自己的条件，例如说自己会帮忙做家事，愿意帮忙煮饭，体贴老婆，或是愿意陪老婆聊天，愿意跟她出去约会几次之类的。那两边的条件比较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不公平的地方，有没有自己太要求对方付出而自己不愿意付出的地方，然后就慢慢的做更改。那用这个方法几个礼拜之后呢，他就列出了理想老婆的条件。然后他非常确信宇宙一定可以帮他找到这个老婆，因为他从小就会吸引力法则了，所以他完全不怀疑宇宙的能力，他把一切交给宇宙。但是有一个问题是，他不想要出去一直交际应酬，不想要主动去认识一些女生，他就想要宅在家里就对了。所以他跟宇宙打了一个商量，就是说我就是想宅在家里，我不想要出去主动认识人，宇宙，你一定要想办法让那个女生自己出现在我家，或者是自己送上门。那你说宇宙到底该怎么让他跟老婆相遇呢？如果他都宅在家里，是不是只剩下 Uber E 的外送员了？神奇的是，在几个礼拜之后，他电话就突然响起了，一接起来是一个女生的声音。这个小姐在好几个月前曾经大家一起去吃饭过，她算是那个饭局里面的其中一个人。可是她不太记得这个小姐到底长怎样了。那个电话一讲，就是讲了好几个小时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她就跟这个女生非常多话可以聊。然后隔天他们又在讲电话，又讲了7个小时，再隔天又讲了电话，讲了8个小时。她就当场知道说应该就是他了，因为实在是太好聊了。很快他们就决定要搬在一起住，但是问题来了，他其实忘记这个女生长怎样了。嗯，他在忘记她长怎样的情况，就决定要搬去一起住，真的是非常大的赌注啊。他那时候想说，哎呀，如果它是恐龙的话，那我就也吃下去算了。终于他们见面了。见面的时候发现啊，不是个恐龙，是个美女，真的是太感谢老天爷了。他们很快就结婚了，而且有趣的是，那个女生也非常知道吸引力法则，可以跟他一起显化很多的愿望，从此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再来这个故事，我觉得蛮感人的，是来自美国的一个40岁左右的男性，他在那时候啊已经结过一次婚，然后也离婚了。那离婚之后就过了好几年的单身生活，可能对感情也有一点失去信心了吧，所以就好久都不想要谈感情。那有一天他在看了一次秘密电影之后呢，他开始对人生好像又燃起一丝希望，所以他想说，那我就做个愿景板好了。他把很多想要的东西放在愿景板上面，例如说他想要去其他的州旅游啊，想要事业变比较好啊，当然也想要一个可以稳定下来的对象。结果呢，半年之后啊，就收到一封 email，他还差一点不小心把它删掉了。然后一看，是高中同学叫做 Tina 寄来的信，他就想到了在高中的时候，那已经是20多年前的时候，他跟 Tina 是好朋友，他其实非常喜欢 Tina，但是都不敢约她出去，所以两个人就一直都只是普通朋友的关系。直到毕业，他都还不敢约她出去，也不敢约她去舞会跳舞，然后就留着一丝遗憾毕业了。而且在那之后，已经21年都没有见面了。所以呢，他就很开心的回信，嘘寒问暖一番，
然后这一封回信就变成了很多很多封回信，然后他们就开始讲电话了，就变成每天讲电话聊心事。有一天 Tina 也就忍不住告诉他说，其实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很喜欢你了，但是都不敢跟你讲。这男生也说，对，我那时候其实也非常喜欢你，但是真的很胆小，不敢约你去参加舞会。他们就爱的表白在一起了。可是他们并没有住在一起，因为那时候 Tina 就已经搬到其他州了，两个人是离非常非常远的距离。但是没关系，他就飞去找他，然后或是他飞来找他，这样飞来飞去的过程，他发现他在愿景板上的另外一个愿望也达成了，就是旅游到其他州旅游的愿望也达成了。后来呢 ，Tina 在他的州找到了一份工作 ，Tina 就搬来，然后两个人就开心在一起，然后很快就结婚了。这个真的很感动，因为21年没见的人都会突然出现，而且是真的爱的人，而不是一个很随便突然的人。有的时候，即使说已经结过婚、离过婚，但都不代表真爱就不存在。其实真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遇到真爱的，不要放弃哦。再来这个故事是来自印度的一个30出头的男性。那印度的结婚习俗其实跟我们差蛮多的，但是这个故事实在是有点夸张又有点好笑，所以还是想跟大家分享。就是印度他们结婚通常是有一个媒人会帮忙配对，或者是家长会帮自己的小孩子找对象，或者是有婚友社的机构，比较少是自由恋爱的。那这个男生啊，他也是到了适婚年龄了，也开始想要找对象，所以他就加入了婚友社。然后呢，他就看到很多很多女生的照片可以选嘛。说选照片也不是说选到就马上可以结婚，他只是会由媒人去讲讲看，然后看要不要继续认识，所以不是选了就会结婚。那他看照片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女生他很喜欢，他就把他照片呢偷偷收起来，然后放在自己的床边，常常去看。然后他跟宇宙说啊，我就是喜欢这个女生的长相，所以希望是她。但是如果不是的话，你给我一个差不多的也没关系，我就是想要这一型的就对了啦。然后就把照片放在床边，当做一个愿景板在看。然后呢，他就说想要跟这女生配对，可是这个媒人啊，用这个星座命盘去配两个人，发现有一点不合，所以那个女生的家庭就直接拒绝掉这门婚事，也不要让他们互相认识了，都不用了，因为他们是蛮相信这个星座命盘的。然后这个男生就很伤心啊，就是连认识的机会都没有，就默默的离开了。但是呢，他还是把照片放在床边，还是一样跟宇宙说，我就是喜欢这个女生啦，如果不是她，你就给我一个差不多的也没关系。然后呢，因为他的诚意应该就是感动上天了，结果奇迹就发生了。发生什么事呢？我们先假设这个女生是台北人，男生是台南人好了。那有一天，这个女生就去找一个算命师，想算一下恋爱运，就没想到那个算命师竟然跟她讲说，你未来的老公会是个台南人。然后这女生想说，哈，台南人，那不就有可能是那个人吗？她又找了另外一个星座专家去帮他们再配一次命盘，结果没想到很扯的是，这一次命盘竟然就合了上一次命盘不合，这一次就合了，有点黑人问号，但没关系。那于是呢，这个女生就想说，好吧，那就去认识一下好了。所以这女生的家庭就 OK，让她跟这个男生配对，就配对成功了，他们最后就结婚了。对这个男生来说，真的是一个超大的天大的奇迹，他真的觉得太感谢宇宙了。这男生说啊，当你真的很想要一件事的时候，宇宙就会排除所有万难，重新帮你安排人事物，让你得到那样东西。然后他们现在也过得非常开心哦。我还有一个影片是讲用吸引力法则显化一笔钱哦，放在这边可以去看看哦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